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重估老板电器，官宣王一博为代言人的话题。王一博同款洗碗机，5月28日。这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并获得不小关注。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9点，该话题一天内引发了166.1万人讨论，阅读量破2.7亿。同时，抖音上官宣王一博为代言人的话题井号宠爱从双手开始也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与其他家电品牌找代言人更崇当下效果不同，老板电器更着眼未来，试图以更年轻、更有认知度的代言人实现洗碗机的用户与认知破圈，为厨电行业破局存量竞争提供一种新的营销范式。按照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撰写的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流行的引发有3个重要因素，即关键人物、附着力和环境。其中，关键人物指的是能让某个事物、某件事情流行起来的正确人物。在当代传播中，充当关键人物的很多时候是博主、明星、专家等意见领袖。通过王一博这一关键人物，老板电器想引发一场老板洗碗机的流行。洗碗机的破圈难题。厨电行业正处于新时代，在市场快速增长时，做好产品，铺好渠道，一个企业可以很容易有口碑，有增长。而现在，厨电行业巨变，企业需要花更多心思。一方面，市场由增量竞争转向存量竞争。此前，厨电行业的高增长依靠于房地产红利，而近几年来，红利逐渐消失。奥维云网援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住房在2000至2014年之间建成的占52%，这一定程度上对应了2018年前厨电的高速增长阶段。存量竞争时代，厨电行业的增量动力转换，由消费者需求转向消费者的升级需求，这要求厨电企业要更直面消费者。2. 厨电新兴品类崛起。随着经济增长、消费升级，中国消费者对厨电的需求也在升级，从能做饭到能做好饭，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到对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由此，一些新的能满足消费者升级需求的厨电品类迎来了成长机会。此前，一点财经曾将之称为厨电的品类红利。老板电器此次官宣代言人所强推的洗碗机，就是其中之一。奥维云网推总数据显示，2017至2022年，我国洗碗机行业复合年均增速约 18.6%， 其中2022年洗碗机零售额为103亿元，同比增长 2.9%， 是仍然在增长的少数品类之一。然而，要吃到洗碗机的品类红利并非易事。与西方国家伴随城市化而普及不同，中国洗碗机的增长落于城市化之后，这同时带来了机会和挑战。机会在于洗碗机增长空间大，与欧美 70% 的渗透率相比，我国渗透率仅 3%。挑战在于洗碗机存在普及和破圈难题，思考如何让洗碗机像烟皂一样流行起来。作为洗碗机本土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老板电器找到了独特的解题思路。官宣代言人，找到关键人物，就是其破圈的触角。以代言人引发流行。所谓破圈，对老板电器来说有3点： 1. 营销破圈； 2. 用户破圈； 3. 认知破圈。1. 营销破圈。
指的是跨越流量分散、渠道极度碎片化的障碍。原来，企业们可以很明确知道要把广告投在什么地方，中央电视台频频诞生的标王就是例证。而现在，消费者分散于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快手、B 站等众多 App 上，流量的分散导致企业营销难度的提升。同时，随着电商、社交平台的发展，厨电的消费链路也在发生改变。原来买家电，消费者更多会进家电卖场、建材市场，而现在，消费链路前端被拉长，消费者会做攻略，对比后再决定是否在线下购买，电商活动也会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一大因素。如今精细化、社交化的多方渠道转变，需要厨电品牌重新布局，更主动地走到消费者面前，实现营销破圈。选择一个在各平台都有声量、都有影响力的代言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 用户破圈，指的是以代言人实现人群的破圈。一个品类的普及要优先切入主流市场，与烟皂等品类主要面向装修用户不同，洗碗机更大的市场空间来自非装修用户的增购，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先实现用户破圈。同时，洗碗机对当下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尚属于一个新事物，而在消费人群中，对新事物接受程度最高、最能引领新事物发展的是年轻人。王一博作为年轻一代的偶像，既能快速提升品牌和品类的知名度，也能快速实现人群破圈，帮助品牌触达更多更年轻的群体。3. 认知破圈，指的是借用户破圈，帮老板电器实现品牌定位破圈，扭转其油烟机品牌的固有印象，并提升消费者对洗碗机的认知，对老板洗碗机的认可度。随着年轻一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他们更看重家电所带来的生活附加值，即买家电不仅是为了满足基础使用功能，还为了满足自己的个性、社会和环境主张。老板电器一直是洗碗机本土化的先锋，在产品设计、性能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通过此次代言人官宣同步进行的宠爱，从双手开始全国营销活动，它的品牌理念、价值主张以及产品优势，比如本土化设计、节水节电等，能为更多消费者感知。根据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关键人物只是流行传播的起点，并不能单枪匹马地引发流行。要引发流行，还需要附着力和环境。其中，附着力只可以用简洁、有穿透力的方式概括产品信息或特质，环境只可以在某一圈层或环境中引发流行。老板电器携手王一博，实际上具有了引发流行的3个元素。代言人王一博及关键人物，以代言人触及年轻人，实现用户破圈，就是环境，借代言人和相关营销活动，提升消费者对老板洗碗机产品力、品牌力的认知破圈，就是附着力。毕竟，流行的本质是在一的基础上做加法、乘法，而一主要指的是产品。转向用户思维，官宣代言人看似只是一个营销动作，其实是老板电器企业经营理念转变的体现。在中国消费行业，交易的主权不断让渡，由最早的工厂让渡到品牌、渠道、消费者手中，因此有人将当下称为第4消费者主权时代。所谓消费者主权，指生产者听从消费者意见安排生产，以消费者喜欢的方式提供他们所需的商品。要适应当下的消费环境，家电行业也必须经历这样的主权让渡。几十年来，家电企业的经营重心面向渠道客户，
重点在经营客户，而不关心消费者。但供应侧的过剩与需求侧的多元，让家电企业在硬实力比拼外，必须将经营重心转向消费者，由产品思维转为用户思维。老板电器此次官宣王一博为代言人，就体现了消费者主权时代其由产品思维向用户思维的转型。作为本土化先锋，老板电器撼动了西门子这些国外品牌在洗碗机行业的统治性地位。如今，站上行业顶峰的他，担起了洗碗机普及的重任，为这个品类从更大市场中寻找新用户。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转变营销方式，以快销思维直面用户，想消费者所想，用关键人物影响，吸引他们。当然，用户思维的转型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新营销范式，还有产品研发、生产上的变化。老板电器以消费者需求为先的理念反哺到生产经营活动中，让整个生产经营流程将消费者需求前置，实现从上至下、从内到外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前文提到，附着力是引发流行的关键要素之一，而实际上附着力是将产品的特质概括出来，比如老板洗碗机的会洗锅能消杀，更适合中国厨房，但附着力必须依赖产品本身而存在，因此转向用户思维，首先提供消费者想要的产品、服务。一直以来，老板电器在洗碗机上坚持自主研发，对洗碗机这个品类进行了本土化，结合中国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推出会洗锅的洗碗机，并基于国人对厨具消毒杀菌的极致需求，推出集洗净、消杀、烘干、净存一体的洗消一体机。据介绍，老板电器发布了洗消一体机科技平台光焰科技，核心产品光焰洗消一体机 S1 Plus、S1 Plus Lite、S1 可实现独立烘干、免水洗、独立消杀，除菌率达 99.9999%， 发布了洗碗机科技平台发布三叉经喷洗锅技术，实现洗碗机产品全线升级，油污去除率 99.99%。老板洗碗机对消杀、除油、节水等性能的追求，来自对消费者的深度观察。这些对生活体验有更高追求的消费者，想要过得更健康、更绿色。我们慢慢理解了，为了谋事才要造物，而不是为了造物而造物。老板电器总裁任富嘉曾如此概括其向用户思维转变的本质。同时，对厨店来说，服务和质保难题是困扰消费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做好产品的同时，老板电器也做到了服务的升级。购买洗碗机时，很多消费者会被厨房改造困住脚步。为此，老板洗碗机推出无忧厨改服务，解决消费者安装洗碗机的后顾之忧。据介绍，他推出行业首个厨改热线，已打造5个全场景专业化培训认证基地，服务承接总站已超70个。同时，他还提供5年售后质保。新时期，厨店需要新的经营模式，通过携手王一博以及背后的一系列营销、产品和服务动作，老板电器试图直接对话消费者，并赢得他们的喜爱。在此基础上，进而谋求自身的增长与洗碗机的普及。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